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拜登能否改变默克尔的对华立场；第二个，欧洲议会外委会继续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第三个是深圳赛格大厦找到这个摇晃的原因了。我们今天晚了一点，是因为我们在等这个新闻稿，就是关于这是默克尔跟拜登总统会面的这个会谈的这个记者会的新闻稿，所以就晚了一点啊。我们来讲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拜登总统在白宫欢迎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啊。那么这应该是默克尔在他任上，就是总理任上最后一次访问。那么双方都强调，尽管在能源和其他事务上存在分歧，但是跨大西洋的关系正在改善啊。其实所有的人在看待默克尔访问美国的这个重要的外交场合的问题时，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一点，什么？就是拜登总统能不能改变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或者是对华的立场啊？那么双方其实经过一个下午几个小时的这种会谈，默克尔跟拜登一起开记者会啊，他们说他们讨论了全球疫情到中国和俄罗斯等一系列的话题。他们强调这个有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包括什么北溪2号管道向德国，就是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管道北溪2号是美德之间这个分歧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啊。那么历届美国政府都认为这个项目使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那么允许俄罗斯绕过现在的这个天然气运输网络啊，那么会削弱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天然气的收入啊。所以呢，拜登已经明确的不赞成这个项目啊。但是拜登拜登今年取消了对这个项目的制裁啊。拜登这么说，他说：“我对北溪2号的看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朋友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虽然我向默克尔总理重申了我对北溪项目的担忧，但我们的信念绝对是一致的，就是绝不允许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武器来威胁或者胁迫其他国家。”俄罗斯有没有这么干过？当然有啊！俄罗斯就是用能源做武器的对其他国家进行胁迫。那么默克尔是这么说，默克尔就淡化，他说这个北溪2号管道不是取代乌克兰的这个管道，而是补充啊。默克尔说，我们的想法是乌克兰仍然是天然气的过境国，乌克兰就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拥有领土主权的权利。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作为过境国的这个权利，德国随时准备对莫斯科做出反应。这个话呢就打官腔了，因为其实之前俄罗斯用天然气作为一种武器对付其他国家的时候，其实欧洲国家没有办法对付俄罗斯，因为如果他不从乌克兰走，就不用给他钱。他为什么给他钱？他可以用自己的管道，他为什么要从乌克兰走？所以其实默克尔这么讲这个话呢，不现实啊，不现实。那么默克尔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因为美国因为疫情对欧洲和其他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旅行禁令，拜登就现场解释给他听。他说呢，他预计他的这个疫情顾问评估之后，会在未来7天，提供关于是否会取消禁令的最新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就关于这个北溪2号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什么呢？关于疫苗。
那么在现在其实疫苗生产产量高嘛，产量其实是在不断的增长，但是还是不够快。那么最近呢，就是在 WTO 的框架之下提出一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协议啊。那么德国呢就要求欧盟阻止世界贸易组织推进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临时豁免。这叫什么呢？这叫 TRIPS 叫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协议它豁免之后呢，其实是针对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拿着这个配方去生产疫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美国是支持这项豁免，美国认为，如果把这个知识产权冻结的话呢，临时给大家去生产这个疫苗，那么可以快速的生产。所以美国之前是不赞成，但是后来就改变了，美国是赞成豁免，那么认为有助于扩大这个疫苗生产。那么德国是反对，德国认为违反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整个疫苗生产没有好处这他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德国跟美国之间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德国跟美国之间最大的分歧，其实就是对华政策对华政策。那么基本上，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后面展开讲这个对华政策。我们第4个问题是什么？第4个问题就是美国跟德国之间本身的关系是有问题那么川普时代向德国提出这个一大堆的问题，包括驻军问题，包括北约，德国向北约提供这个军费的问题，包括军费占这个 GDP 的比例的问题等等就是川普政府对德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攻性的措施所以美德关系是有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拜登政府呢就回归带领美国回归同时呢回归其实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川普政府的这种行为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一种担心什么？就是如果我太依赖美国的话呢，那美国会出现川普政府这样的美国优先的政策。拜登你现在是回归但哪天会不会再出一个呢？再出一个类似的政策不好说所以呢，西方国家包括德国或者包括其他国家都会有这种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你这个美国的政策不稳定。那怎么办？我得留一手，或者我得做一个防备性的措施，就是我对美国不能够过度依赖。我相信这是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一个看法那当然这也是这次默克尔访问美国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美国跟德国要消除他们之间的一个芥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默克尔访问美国也是要向美国交代什么呢？交代因为9月份就要大选，默克尔是不会再选的了。默克尔不会再选的话呢，那未来德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双方要交个底那么拜登政府的官员说，虽然默克尔没有在9月份寻求连任，但他16年的任期已经成为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人物，毫无疑问，这是绝对是个关键人物。白宫把他的访问视为那一个和盟友建立顺畅关系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这个拜登总统也是向德国做了一系列的示好，比如说今年取消对北溪，尽管美国是反对这个北溪2号管道，但是拜登政府还是取消了这个制裁那么去向德国示好，因为这个管道今年夏天就去完工，基本上完工了那么他在上个月出访欧洲的时候也强调这种同盟关系要作为对抗俄罗斯和中国这种专制政府的一个堡垒
所以呢，白宫的官员其实是尽量的让外面看上去美国跟德国或者美国跟欧盟的关系是在进步啊，是在进步啊，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美国跟德国之间的分歧是非常明显啊，非常明确的。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12月31号，中欧投资协定签订啊，当然签的是一个框架协议，因为欧洲还要走程序，经过这个欧洲议会跟经过欧洲上议院跟下议院的批准，这个投资协定才能过，而且它还有过一系列的法律文本啊，要处理，所以实际上12月31号，中国跟欧盟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其实就是框架协议啊。那么这件事情是谁推动？默克尔推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拜登政府是1月20号上台，他是12月31号签署。12月31号签署意味着什么？这绝对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那么另外就是默克尔也在新疆议题，在香港议题，其他的方面，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们跟中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中国合作。中国仍然是德国或者是欧盟的合作伙伴。所以呢，中国在过去5年，它超越中国已经这过去5年，原来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那是5年之内，德国的最大伙伴变成了中国啊。那么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默克尔的这个选择，就是选择继续保持跟中国合作的这种立场，是基于什么呢？基于这种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有不同的看法啊。德国的智库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托斯腾本纳，在5月14号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分析默克尔对华政策的这种变化。他回顾默克尔执政16年对华态度的改变。他曾经不顾这个中国的反对，见达赖喇嘛，然后是倡议这人权议题。默克尔政府啊，原来是非常这个坚定的这种价值观，坚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到后来呢，到现在，当其他国家发生改变的时候，他又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和中国保持关系啊。本纳认为呢，这不是仅仅是重商主义，商业利益是有啊，但是这是什么？这反映了默克尔对欧洲未来的悲观态度啊。本纳认为，默克尔对欧洲未来有悲观的展望，他是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走一个中间道路，踩钢丝啊，避免跟中国发生冲突，最大限度的给欧洲，当然主要是德国，一个这种空间，给他自己留下空间。默克尔认为德国不是一个有足够竞争力的球员，所以对德国来说，他的选项唯一的他认为德国的选项应该是在大国之间采取一种有点像这个瑞士那种的中立的路线啊。所以呢，默克尔的对华政策的选择遭到了这个来自学界、政界甚至是商界的质疑。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访问学者啊，诺亚 Barking 叫巴金啊 Barking， 他在评估这个，因为默克尔马上就要离开了，9月份德国大选就有新的结果，那他不选的话，那意味着他就要离开了啊，那很快了，只有2个月的时间。他评估默克尔的外交遗产，他说啊，这个 Barking 说，中国是他最大的盲点啊，就非常激烈的批评他啊。
这个巴金认为，他说默克尔执政最后一年的2大失败，第一个就是欧中投资协定啊，欧中投资协定这是第一个失败，第二个失败就是允许华为进入德国的5G 市场。那么这2件事情表明啊，这巴金认为这2件事情表明，默克尔在中国问题上，默克尔和德国国内还有整个欧洲的政治情绪格格不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德国9月份这个大选，各个政党的这个选举政纲和各个政党选择的对华政策，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政策表态，你可以看出来，德国政界对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你看，它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你可以看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这个一路走过来，真正高潮是什么？真正的高潮是拜登政府访欧，拜登政府访欧就达到了一个高潮。那么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也在经历一个这样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所以呢，拜登政府上个月访问欧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取得成果的原因是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他跑到欧洲去向欧洲国家示好向英国示好，向欧盟示好，向德国示好，向所有的欧盟国家示好。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他向欧洲国家表示，美国回来了，美国就要继续跟盟友合作这是一个方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把中国视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在这个问题上，把美国视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把这件事情这么定义，是符合欧洲国家的价值观。这2个原因是这2个原因。那你从现在来看，从默克尔跟这个拜登会谈出来的情况来看，默克尔有没有改变他的立场？没有美国怎么办？我觉得美国没有别的办法，等他下台呗。所以实际上呢，你可以看这场美德之间的这个外交上的交集，当然可以某种程度上化解双方因为分歧产生的一些矛盾可以化解。有些事情可以，这个见面总是好事见面总是好事，只要见面总能够化解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拜登总统没有办法改变默克尔在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包括北溪2号。北溪2号其实也是默克尔非常坚持的一个项目，一个是北溪2号。所以你可以看到，默克尔一直在寻求一个什么呢？寻求一个中间路线。他一直在寻求一个中间，叫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然后美国跟中国之间，他在寻求一个中间路线所以他能不能改变他改变不了他那么德国的立场就是默克尔的这种选择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它是反映了欧洲的一种忧虑，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默克尔的心态和他的取向是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也反映了这个拜登政府在寻求盟友支持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这跟谁有关？这跟中国没有关系，这跟欧洲国家也没有关系。其实跟谁有关系？跟美国他自己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一个世界领袖，你会出现一个自动的从自己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从这个国际组织、国际场合撤退的这种情况。你说明什么？作为你的盟友，你的确是要小心一点。就是我本来是很依靠你，
我信任你，甚至是依赖你。可是突然有一天发现，靠，你跑了，你跑了，那我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默克尔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是欧洲的问题，它是谁的问题？它是美国的问题。好，我们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这里。第二个，我们讲讲欧洲议会。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7月15号以58票赞成、8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一个草案。草案是呼吁欧洲联盟制定应对中国的新战略的报告这是一个报告。通过这个报告，他认为欧盟应该继续和中国讨论气候变化和健康危机，就是疫情同时批评中国系统性的侵犯人权，呼吁欧盟与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关系，促进战略自主和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那么外交委员会这份报告呢，也批评中国对新疆、西藏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支持欧盟启动和台湾的双边投资谈判双边投资贸易谈判。那你想一下，美国已经开始跟台湾谈这个投资贸易谈判，那么如果欧洲在跟台湾谈这个投资贸易协议的话，那这件事情就非常大了所以他这个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事情，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欧洲议会这个外交委员会那么在和中国合作方面，这份报告呼吁欧中持续讨论人权、气候变化、应对疫情和多边组织的改革议题，并对可能演变成为流行病或者是疫情传染病加强应对，但要求中国允许对疫情的病毒起源和如何传播进行独立调查那么在这个对中国展示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的部分，报告明确表示，在中国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进行制裁的之前，取消这个制裁之前，继续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那么基本上大致上这样那么负责这份报告的是比利时籍的欧洲议员，叫福特曼斯他在表决之后表示，欧盟将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但欧盟不能够淡化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不能忽视中国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双边多边协议改革的承诺那么这个协议通过之后，在外委会通过之后，下一步就是提交欧洲议会的全会的讨论然后就是表决表决通过之后呢，他就要交给欧洲执委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议题。好，第三个议题是赛格大厦赛格大厦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应该是5月份那么因为什么？赛格大厦作为深圳早期的一个最高的建筑物那么突然发生摇晃吓得够呛，然后赛格大厦就封起来之后呢，就进行调查2个月终于找到了这个专家组终于找到了这个摇晃的原因那么深圳住建局的负责人说专家组呢是由5名工程院院士和勘察设计人士组成，然后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牵头，多家单位背靠背开展这个检测鉴定，若干个专业机构对这个有关方案和技术成果提供咨询意见进行论证然后这个专家组就认为，这个赛格大厦顶上有个桅杆就是上面有个桅杆那么它产生的一个共振，桅杆产生共振是引发大厦摇晃的外因。
那么大厦本身和桅杆动力特征的改变，是引发大厦摇晃的内因啊。那么我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会是个桅杆的问题啊。它反正就是说这个，先说赛格大厦是深圳华强北商圈一座超高建筑啊，地标性的建筑，高是353米啊，总建筑面积是17万平方米。它其实每层的面积并不太大，总共76层。是深圳电子元器件电子商品的一个批发交易中心啊。那么5月18号到20号之间，赛格大厦产生激烈的摇晃，引发了这个商户的恐慌啊，所以大厦管理方就把它封闭啊。然后专家组对大厦楼顶的桅杆动力性能进行测试啊，分析表明，桅杆在5月18号到5月20号发生了21次，这个频率为2.12赫兹的这个涡激共振。我不知道什么叫涡激共振，大概就是这个频率和同期赛格大厦主体的振动频率一致，所以它就会产生摇晃啊。那么，所以找出这个原因啊，6月1号起，为了找出这个原因呢，6月1号起，赛格大厦，赛格集团，其实赛格大厦其实是赛格集团，赛格集团就进行这个封闭起来进行这个测验啊，中间有很多技术的分析啊，我就不具体讲，因为我也不大懂啊。那么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黄明峰啊，主要研究这个结构风工程。他曾经担任这个阿特金斯顾问和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他在5月18号就已经完成了一份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就题目叫《深圳赛格大厦震动原因和防治措施初步分析》啊。他当时就已经算出来，他说他计算出的结果就认为，赛格大厦的震动的罪魁祸首就是楼顶的天线啊，天线在特定的风况，就是风的情况下产生涡激共振啊，进而带动大厦震动不止啊，就是整个就是由它上面先震，然后这个天线的振动频率跟这个大厦的这个楼体的频率一致，所以当它震动起来的时候，它大厦也开始震动。7月15号晚间，这个深圳赛格发布公告，说专家组通过技术调查、环境和设备运行调查与测试，排除了地铁运行、周边工程施工，或者是爆破，或者是空调机组运行等因素啊。那么通过对风质振动和结构累积损伤的重点分析，专家组认为桅杆风致涡激共振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征改变的耦合就正好碰到了，造成了赛格大厦晃动啊。然后他们就认为，专家组认为拆除桅杆可以有效的解决大厦有感振动的问题。那么这个业主就准备这个拆除工程，近期将择机实施，然后同步开展损伤修复工程。损伤修复工程其实，我们在一些网友提供的一些照片都可以看到啊，各个楼层都有啊。这个工程质量相当糟糕啊，有效工期是32天，就会把它搞定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吧？好，明谢麦猪，谢谢啊，卢小俊，谢谢。观点：把大厦震动归类于风吹天线塔，
产生共振效应来淡化结构结合老化的问题，就好像年轻人摔跤没事，老年人摔跤就骨折的原理一样。问题这个楼才建成20年的时间，就有老人病骨质疏松，根本还是建筑质量不行。我不懂，我判断不了也许他是对的。我们在这个推特上看到一些网友给提供的一些照片，就是他们还是发现一些大厦的这些损伤的问题。这个网友讲的是质量不行，质量不行。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的解释是它是一个耦合，天线的频道振动频道振动频率和大厦的频率，由于时间比较长，它碰到一起了，它产生这种影响。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一个这样，因为如果仅仅是大厦有部分地方的损伤，会不会影响大厦安全？我不知道，它可能得损伤到一些关键的地方才会影响大厦安全。而且它晃动的话，如果安全有问题的话，理论上晃着晃着它可能就散了嘛，对不对？但它没有散，那可能我认为它可能这个建筑分析可能是真的我基本上我没有判断这件事情的专业知识，所以目前我选择相信观点从学结构的专业角度看，赛格的评价还是有道理，除非中国的结构工程基础研究有重大的问题，那么整个中国规范都不用了。我基本上还是接受的。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当初就在这个大厦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当然当然是观点，德国和法国也是有大国梦的，所以总要显示一些不同的意见存在，这有利有弊。除非受到战争威胁，欧洲是不会对中共有真正的敌视，甚至对低人权的中共还有些蔑视、轻视。他们的政策行为显示，只是想在人权问题上惩罚中国，并不想对抗中共。他们认为中共最多只有地区野心，威胁不到欧洲。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欧洲的主流思维。欧洲还是认为中国的威胁是很大的我不觉得欧洲德国法国认为中国只是地区野心那是不对的。欧洲德国其实很震动，就是去年中国的机械出口超过了德国对德国来说冲击非常的大观点，共振是存在的，因为地基和侧移都验证过。我们以前计算也是要看这些参数，超高层本身对风作用下的震动本来就很敏感。OK， 观点，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川普政府的政策更具有进攻性，哪怕是佯攻；拜登政府的政策更具有防守性，但是从代价来说，防守的损伤肯定要比进攻小。防守性，我不同意。你想一下，和盟友建立对中共的联盟，包括小院高墙科技方面的政策，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包括在这个四国集团这些，我觉得这不是防守性，这绝对不是防守性。你就是想表达一个还是川普牛嘛你就说这个就行了。我觉得你这个表述怎么说呢？不真实不真实。提问：今天《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拒绝骆以纯与谢尔曼会面，只提出与外交部5号官员谢峰会面。请问王先生，这是中国不想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吗？不是，这是什么？这是表态，就是说川普的态度就是很简单，我不跟你玩，就基本上
川普政府当时已经关闭了所有跟中国往来的通道，所以基本上连电话都不接啊，这是一个。拜登政府的做法跟川普完全反过来，拜登政府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抗，但是呢，我们还得保持电话畅通，还是保持往来。往来的意思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不行哈，我今天告诉你这个不行哈，明天过来跟你讲这个不行哈。所以中国会发现，我保持跟他的这个沟通渠道对我没好处，他老跟我讲这些，而且他跟我讲完这些之后，他在国内做宣传，所以中国觉得这种保持接触的方式对他并不有利，这是中国自己觉得。所以呢，他也要摆个姿态出来。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中国这是在摆姿态，摆姿态的目的是什么？摆姿态的目的其实要形成另外一种牵制，就是说你要是不那啥，你跟我那不那啥的话呢，我就不那啥，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种外交策略啊，外交策略啊。观点，德国也好，美国也好，那么多智库难道看不出来只有消灭共匪，也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才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利益吗？消灭一个9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不那么容易的啊！大家，我中国人可能对这些事情完全不在意，觉得我只要达到我的政治目的，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我们只讨论目标，从来中国人不讨论代价和成本。但是这西方政治不是这样，当他发现我做这件事情要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或者是人命代价，或者是其他的代价的时候，他就会选择用其他的方式，他不一定会选择把中共消灭掉的方式。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经常不能只考虑我们的想法，你要考虑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想法反映了他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当然，你中国人喜欢一拍脑袋把这事给办掉、消灭掉，就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世界上不是那样的啊，不是说消灭就消灭的啊，那不是小孩过家家，小孩过家家我就打你咯，打你咯，然后就你打了我就哭咯，小孩过家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打你了，真的会死好多人呢，对吗？我哭了，那你就饿死好多人。所以这里面不是我们不能够把现实中的政治看成过家家那么简单。我们太多的人把这个政治看得太简单，太单一了。其实现实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今天拜登总统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天报道过，就是关于这个商务警告的问题啊。他说我们星期五，他说明天我们会发布一个商务警告啊，警告这个在香港做生意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会面临一个风险。这里面其实我不大理解拜登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啊，包括川普政府啊，川普政府为什么在香港政策上面，你看川普喊的声音很大，但在香港政策问题他绕着走，基本上没有，只是制裁了特首这几个官员而已，其他的没什么动作。那你可以看拜登政府也差不多，这样延续了川普政府的立场，然后他就开始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也说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商务警告，就告诉这些企业他们会有风险，有政治风险，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那其实我把这件事情翻过来一想，其实美国政府也有难处啊。你想一下，在香港的美国商会，美国商会有几百个会员，上千个会员。美国在香港的有巨大的投资，他们有很多的商业利益。那你不能说你一拍脑袋我们就得赶紧搬家走了，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事情，你比如说像 Citigroup 在香港在招聘啊，在招聘。
像这个高盛在香港招聘，为什么？因为他在国内拿到了牌照，国内拿到牌照，他在香港招聘一些这个开展这个业务的人，这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在里头，它涉及到很多的人的这个饭碗的问题，没那么我们不是，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当然我们生活的环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这种思维习惯，就是我们只看到我们想要的政策目标，但是其他东西我们就不管，但其他问题在现实的政治当中，其他问题是不能不管。所以你想，为什么会出现长春打长春，解放军打长春，围困起来，里面的人不能出来，让他去消耗城里的粮食，结果饿死了30多万人。那你为了你的这个军事上的成功，你饿死了20-30万人，这什么情况？这你可以接受吗？所以我们经常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简单粗暴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观点：关于深圳赛格大厦，如果真的是栏杆或者是天线电台引起的共振，那么就会在栏杆或者天线电台一盖好就发生。看这建筑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这就可以判断这个建筑引起共振的论点是否有理。我认为你跟我差不多，都不大懂，好吗？我们还是要听建筑结构工程师这些专家的看法。我们就，如果你不是这个专业的，我们还是不讨论吧。观点：高层建筑千万间，桅杆背锅独一份儿。我觉得，我是不会去讨论，除非我把它弄懂。我们可以有些常识，但是专业领域常识，覆盖不到。观点：赛格的摇晃的原因分析看起来就是笑话。那个桅杆应该是避雷针用的，现在把桅杆拆了，如果再发生摇晃，接下来要拆什么？OK， 观点：大家看事情还是需要客观，可以问问身边学习建筑结构的朋友和教授。超高层的风效应问题，貌似在原来的世贸也出现过。建好之后，人类对晃动有感知，后来加了一个重锤，才将感知除去。所以这是个适度性的问题，应该不是主结构的问题。OK， 提问：关于2016年南海仲裁，中国媒体说，中国海军士兵写好了遗书，准备跟美军殊死一战，摆出作战架势，然后美军就撤退了。请问王老师，美国为何抛弃菲律宾？此事让我当时只是让当时的我相信，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不惧怕美国，有能力攻下台湾。我的天哪，你在哪儿看到的这篇文章？这个胡扯到这个地步。南海仲裁是跟美国没有1毛钱的关系啊。南海仲裁是国际法庭的一个仲裁案，然后这个菲律宾去提起诉讼，中国不应诉，结果在中国不应诉的情况下做出一个裁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海军写什么遗书，跟谁去打？跟美国打，美国在这上面没有立场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信息和真实的事实，有天渊之别啊，所以请你去稍微去搜一下。如果既然你能够翻墙出来看到我的节目，那你也可以去谷歌一下，查一下这个南海仲裁到底讲的是什么，好吗？你的信息是完全不真实的，所以你才会有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误判啊。当然，这个你被洗脑洗成这样，我也是深表同情啊。观点网上经常看到希望战争谁打谁，可是战争只会带来祸害，
伤害、伤亡，大多是平民百姓。另处理一个问题，很大可能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要考虑很多因素啊。反正就是你可以看上我在网上，我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轻言战争啊，不要轻言战争，除非你是第一个上前线的那个人。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伤害，战争是人类社会最差的解决方案啊，最好就是人类社会解决问题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学会了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社会学会了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建立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机制，所以战争其实是最差的方案啊，所以不要轻言战争。轻言战争的人通常是什么？通常就简单粗暴呗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温家宝的那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经济体制改革"，他算不算改良派？他算不算改良派？你管他算不算改？他说对了这句话，他这句话是对的。我不喜欢给人定性，定性为什么？你对一个人的认知其实是非常粗浅。你比如说像温家宝，你温家宝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是对的，然后他就是改良派嘛？你怎么知道他背后干了多少事情？我们有大量的事情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不管他是什么人，你就看他做的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就行了，对吗？难道因为他是改良派，他就不干坏事吗？一样干坏事啊，对吧？你给他定个性，你能把他所有的行为都看到吗？看不到的。提问：请问王先生，香港的土壤何以会产生李家超、邓炳强之类的，或逆火是他们本来就是土共钱物？那我不知道，那不知道。那一个好的制度，让一个做过坏事的人改正他的行为；一个坏的制度，让一个正常的人变成坏人，这很正常，这都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事情。他不是说他本来就是坏人，他可以原来就是好好的呀。那新的制度一来，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不很正常。人在善恶之间都是一线之隔。共产党经常讲，这个人贪污腐败，这个人就因为他变成了坏人，所以他就贪污腐败，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人在善恶之间都一线之隔，一念之间，所以并不是说有土壤他就变成坏人，不是的，他就是有条件他就变成坏人，另外条件发生变化，他变成好人，这个很正常。观点：美国不制裁香港的金融机构，原因之一是这会消灭很多就业岗位。制裁实际上是对香港的二次伤害。如果出发点是帮助香港人，那美国没有资格去替他们做这样的选择。毕竟大部分人需要工作，就算是在19年抗争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也未能全民三罢，说明很多人宁愿忍受专制，舍去自由，也不愿意放弃工作。我不同意。为什么？制裁跟你把这个就业岗位联系在一起，那基本上我们啥都不用干了，对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啥都不用干了。为什么？你做任何一个东西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说我们在付出这个代价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措施，减少这个代价？代价并不是说我们因为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就不干了。你很简单，美国在参加二战，对吧？你去欧洲战场，你去亚洲战场，会死人呐，会死不是一两个人，是数以百万的人。那你要不要去参战呢？那人命不是更重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这个逻辑的话，那美国啥都不用干了，往那一躺就够了。所以这件事，这个逻辑我是不同意。
如果需要的话，如果需要这个理由足够强大的话，是需要付出代价。但是在付出代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让代价更小，尽量去。为什么美国发展它更多的武器装备？你看现在美国武器装备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直接去打它的斩首行动都不用导弹了，导弹都会伤害旁边的人，怎么办？用那个什么，它的这个导弹不是爆炸的，直接就出这个6片刀片，这个斩首行动连司机都不死，直接只死那个人要斩首的那个人，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它为什么要发展一个这样的科技？你直接发一个导弹不就完了吗？多简单的事情，不减少人民伤亡啊！科技的进步啊，这是这样啊。观点：无论美国是否撤离，国际组织的成员一定会相互戒备，而且总是要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面对囚徒困境的选择，所以欧洲的绥靖不能全归咎于川普。欧洲的绥靖，我不懂欧洲的绥靖跟欧洲怎么绥靖了。囚徒困境的选择，我这段文字我没看懂，老实讲，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啊？情况关于赛格大厦的问题，我问过高层力学的数理专家，也问过我父亲，也是著名土木工程专家，都认为不到现场是无法判断结果的。非常对，土木工程专家一定要去现场，不去现场是不知道，这个我明白。提问：之前有公务员退发奖金和绩效，请问王老师，随着经济持续恶化，会不会造成90年代的二次下岗潮？90年代的二次下岗潮，90年代二次下岗潮是什么鬼？我不知道你说的90年代二次下岗潮是什么？你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嘴吗？啊，情况从身边的朋友圈来看，广义上的粉红确实超过半数。多数并非公职人员或者是党员，看得出是真心。我觉得你看得出你不是真心，但他们你真心你都能看得出啊，这个话有问题。但他们主要局限在群里或者餐桌上的私下讨论，根本不去微博上说。那你怎么知道的嘞？不去微博上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在朋友圈说。网上那些言论明显是有组织的，比如抵制新疆棉，人家企业的一个内部通告被挖出，绝不是普通网民所为。网上舆论远远不能反映现实，真实世界的国人要现实得多。抵制 NBA 比赛，抵制加拿大鹅流产，都是证明，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而已。能被反向洗脑的，也一定能被正向洗脑。反正我是觉得有2点。第一点，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场景，大部分都是被安排的，不是自然发生的，是有人在后面推动，这是第一点。特别是在国内的网友，你看到的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你才看到，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注意。第二点，至于粉红的数量的多少不重要，我觉得粉红大概超过90%，我的看法比你还要极端一点。我认为中国的粉红超过50%，这是洗脑的结果，否则他连这个都洗不过来，他维持那么大的系统工程干什么？所以粉红一定是超过90%的，就是不粉红的少于10%，这是肯定的。那么至于真不真心呢？老实讲，他就没心。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他能被洗过来，他就能够洗过去。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并不担心。就是核心的问题不是被洗脑的这些人，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洗脑这个工程或者洗脑这个工具。这是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传媒体已经变成洗脑工程的一部分。要解决问题，不是去解决被洗脑的问题，理解吗？就我还是那句话，
香港人受到伤害，被人用棒子打，你不是去解决香港人啊，你打得很惨了，你这体制不大行啊，那个不行。核心的问题不在这儿，你不用太去关注有多少粉红被洗脑，洗成什么样，你管它干啥呢？没有管它没有意义。要管的，要关注点是什么？是洗脑的机器，那才是问题的观点。你要解决问题，要解决不是被洗的脑的这些人，是要解决的是这些机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人生也是短暂的。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到一些有价值或者有更高价值的事情上去啊，好吗？情况：今天大象公会和创始人黄章进全网封杀，为中国的自媒体环境默哀。这不是今天的吧？应该是有一阵子了吧？有几天了吧？啊。情况：广东某环保企业准备出台领工资需要先打疫苗的规定啊，都是下了死命令啊，估计这里面利益很大。情况：坐标杭州，现在沿街个体户电子屏幕全部要求拆除，城管今天来强制整改拆除，说是亚运会怕黑客入侵啊。OK， 黑客入侵啊，有可能啊。情况：戛纳电影节宣布，本周五将放映周冠威导演的以反送中运动为题材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啊，太好了。情况：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抵制供应链中涉及新疆的所有产品，还要求企业自证清白。观点：共匪通过无厘头的标榜自己的国际道德来掩饰自己国内正义的缺失和残暴统治。民主政治只是一个国家内的原则，正如苏格拉底说，国家的边界就是正义的边界，这是一个政府对选民所能担负的责任，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OK， 观点：国内人生存被党国控制，不能反抗，只能接受。为了在国外人面前保持心理优势，赞美自己所处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不必去计较这个事情。他有些心理上的诉求，你就让他一下呗，啊，是吗？对不对？提问：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越来越差，我已经厌倦了，很想移民，但钱又不多。还有个老母亲不肯和我一起走，很纠结。请教王老师，你对怎样安置家里的老人有什么看法？安置老人，我没有看法。为什么？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你跟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然后你们怎么沟通模式？他对你的信任度，老人当然不愿意动，你有没有办法说服他？等等，我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同。我对我妈妈来说，如果我跟我妈妈说你跟我走，我妈妈一秒钟都不会犹豫，就会跟我走。为什么？因为我值得信任啊，我认为她是信任我的，所以我敢说，如果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明天去美国好不好？她说好啊，她就跟我走了，一秒钟都不会犹豫。所以每个人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办啊。好，明谢唐伟，谢谢啊 ，Renee Mac， 谢谢 TT， 谢谢 King T 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